政治改革要不要有，甚至要不要留下，要不要保留中共。我觉得呢，在中共高层啊，他们的讨论是非常公开的，因此呢，这个讨论呢，应该是有的啊。只不过呢，刚才我说的假设就是虚秦县的录像被曝光，跟这个讨论是不是有关？那可能是没什么关系啊，因为呢，我个人啊，从看现在的进展来看啊，保密局的局长包括副局长都给撸下来了，那可能是意外泄露。因为呢，中共的官员呐，他们为了在海外立足，很多人呐，他们的家属在海外生活，他们为了能够在这个国际社会，得到承认，知道啊，让对方知道自己跟这个中共啊，可能啊秘密的决裂了，或者呢，他能拿到什么身份，在海外呢，能够万一中共这边出什么事儿，他能跑出来哈。为了这些事儿，所以呢，他可能不拿钱跟国际社会做交易，他拿什么呢？他拿情报，他拿知道习近平的事儿，或者知道中共什么事儿，他就拿这个东西啊做交易啊。那做交易，一方面呢来自于他自己知道的情报，那还有一方面呢，有可能就是交易来的。所以我怀疑啊，这个中共的保密局的这个局长啊，他有这种行为，就是呢可能会把知道的机密卖给某个人，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啊。因此呢，徐勤先的6个多小时的他的录像，大家知道，如果你去查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出现在某个网盘，它出现在哪儿啊？它出现在美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存储重要文件的档案库里边，它出现在美国国家的档案库里边。那也就是说，是早就有人把这个录像交给了美国，美国放在档案库里边，由谁呀？由吴仁华公布出来。那吴仁华肯定是有人告诉他这个事儿，不然的话，美国的档案馆里边是浩如烟海的文件，谁知道哪个是虚秦先的呀？搜也想不到要去搜那些东西，对吧？所以我想呢，也是美国故意的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也许他刚刚得到，刚刚上传档案库，也许呢之前就得到了，那瞅准时机，在现在呢，中共又在叫嚣嘛，对吧？释放出来，那都有可能。那由这个吴仁华呀，也是6·4的参与者之一啊，他呢给大家啊把这个消息呢公布了出来。那这个录像的公布呢，直接导致中共的保密局的正副局长被拿下。这我认为呢，这2个事情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啊。好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哈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香港的这个事情。我不给大家放太多画面了啊，因为在这个平台啊放这些画面太敏感了，所以呢就不给大家放画面。关于香港的这次火情啊，大家可能都看了画面了，非常的惊悚。那失火的单位呢是香港的大埔鸿福苑。在11月26号发生5级大火啊，那么在11月27号凌晨4点左右，这个大火呢仍未完全熄灭，当时呢已经整整燃烧了12个小时，超过了12个小时。香港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，这个人呢在反送中期间呢名声特别不好啊。那邓炳强宣称啊，整起事件不排除刑事可能，已经将3个男子以这个误杀为由啊去逮捕了，但具体的原因没有讲。可是呢，里边疑点非常多，包括呢这个大厦呀，它本身是有防火网啊、防火布啊、塑胶布啊，包括里边有一些那种发泡胶板，它本来是不易燃的。可是呢，所有这些东西遇到这个火势呢，都是猛烈快速的燃烧，比这个他们所谓的合规物料，什么叫合规物料啊？因为香港的它的屋宇局吧，就屋宇署是吧？他们的这种建筑的规格、建筑的要求掌管的非常严格。那不管这个香港现在相对于大陆沦陷了多么严重，那香港的很多制度啊，包括这个民生方面的制度，还是跟大陆不一样，在这些方面还是相对来讲呢比较负责的。希望这香港至少这些能保持下去哈。在中共的侵蚀之下啊，不知道这些部门他们的廉洁，他们的这个
真正的效率是不是会受影响？希望不要受影响哈。那至少目前为止，这些部门呢还是比较负责的。那所以呢，香港的建筑呢，它的防火的规格呢都是有一定之规的，不可以随便盖，不可以这个你随心所欲，或者你给这个部门主管送礼，你好像就可以偷工减料，还不可以的。因此呢，在香港呢发生这样的火灾，往往呢就是会让人啊很痛心，也比较意外。像这次在大埔的火灾呢，大家为什么意外呢？就是这些材料呢都是防火材料，可是呢燃烧非常快速，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这次火灾不寻常的原因之一啊。那截至目前为止，根据香港市委书记香港的这个特首啊李家超的皮卡超的公布，火灾呢已经造成至少36人离世，279人失联，而且呢其中呢有1名消防人员出现了重伤的情况哈，还有1名37岁的任职9年的消防员在消防过程中殉职，这是比较悲伤的消息啊。另外在大埔啊，现在呢根据统计有2000名住户，目前呢香港当局没有统计出来到底有多少住户啊被困在大火中。而且呢，这个社区呢是香港众多的高楼建筑的住宅区之一，也是呢人口比较多的社区。那大埔区有多少人呢？这个区差不多人口是30万啊。刚才说的是2000住户，它大埔因为它是大埔的鸿福苑嘛，它是这个小区啊，里面有是2000的住户。可是呢，整个大埔区有30万人。那么鸿福苑呢，还是得到了政府补贴的一个住屋计划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小区呢，应该不是那种特别有钱的人住的哈，它是政府补贴的住屋啊。因为政府补贴，那么早年呢，政府呢就原建就盖起来了，1983年就住户呢进入居住。那么到现在呢，其实啊，这个社区啊正在维修之中，整个社区都在维修。最初呢，起火呢是其中的4栋大楼，可是呢，因为有强风啊，而且呢很奇怪的就是这个火势非常蔓延的非常猛烈，所以呢4栋大楼之间呢先串烧啊，先起火，随后呢另外4栋很快都蔓延了，都被波及，所以呢这个社区8栋高楼全部起火，看起来呢就跟这个美国当年呢那个2001年那个事件，纽约那个事件是很像的啊。当然没有那么悲惨，但是呢，你看那个画面，真的那种耸动的场面，一点也不亚于2001年纽约的那个事故。因此呢，这个引起了国际的影响。我看到呢，在美国有一些媒体都在报道香港的这次大火。截至26号晚间呢，有网友在纠正我，是2000户房子对吧？不是2000户人口，是2000户房子。OK， 好的。那么这8栋大楼啊都陷入了火海。那截至26号晚间呢，累计出动了128辆消防车、57辆救护车、767名消防人员，还有400名警力，投入的救灾的还有这个维护的任务啊，都是这个蛮紧切的哈。而且呢，当局开设了5处避难场所，供这个已经就是没有受到火灾影响的住户啊去躲避。那现在截至我播报目前为止，我不知道这火灾是不是已经扑灭了啊？但是呢，现在情况应该是还是比较危急的。很多小学校啊，因为这个有大量火警要去扑灭嘛，所以香港的一些学校都封路啊，因为封路，所以他们就不上课了。然后呢，香港这边呢，把这次火灾定为5级火警。目前的说法呢是，这个火灾蔓延的原因是因为烟囱效应。所谓的烟囱效应呢，就是高楼啊，一旦在低层部分起火，它可能很快呀，这个热气包括这个火苗啊，都会很快的向上蔓延。再加上强风的吹拂，就很容易让火灾蔓延非常迅速，而且呢，救灾的难度也非常大。可是即便如此呢，也不应该如此的这个迅速，是吧？
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资料显示呢，这次香港火灾它的蔓延速度非常离谱，超出了人们的预估啊，很多防火材料啊都是迅速的在蔓延这个火情。哦，有位网友在跟我讲说，这个三里洋说现在火啊还在烧，还没有完全灭。其实呢，当时我看到这个照片啊，看到一些新闻报道、新闻画面，我就在想，那么大的火，那个消防局的灭火这个水呀、就像是说句这个不太恰当的啊，就像小孩撒尿一样，就是特别的小，你就面对那么大的火，就根本就是无能为力。就要怎么样才能灭掉呢？就是目前的这个香港的消防能力，就是面对那么大的火情，它就无能为力。所以呢，只能是等着这个火呀，一方面等着火慢慢的自己熄灭，另一方面呢，尽量的去遏制。这是目前为止我能从画面看到的香港的消防部门能做的事情啊。其实呢，上个月香港中环的华茂大厦就发生了火灾，当时呢就跟这个大楼的维修的这个鹰架有关。那么有鸿福苑的住户看到之后呢，就担心，因为鸿福苑也在施工，各个大楼也在起这个鹰架，包括这个保护网，说呢也有火警的风险。所以呢，有鸿福苑的住户啊就在脸书发文啊，提醒别的住户一定要小心。还有住户指出呢，这个工人施工时啊，千万不要抽烟。也有人呢看到有的住户抽烟呢，把烟蒂啊还点着还燃烧的烟蒂直接扔出窗外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。他们说呢，这些行为啊必须要避免。可是呢，这些担心还是发生了。鸿福苑自己的住户早就在警告，可是呢，这个警告到底变成了现实。可以说呢，当初啊，这住户们的忧心是一语成谶。可是具体原因呢，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烟蒂，因为抽烟。目前呢，有3个人被捕了嘛，也许这是有刑事原因哈。但是这里边呢，香港啊，现在所谓的主权移交了啊，回到这个中共国。那么中共国的控制下，香港警方是不是会对公众说实话？他们会不会把真相告诉香港人？这是现在的需要担心的一个重点之一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香港这次火情啊如此的严重，我想啊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阴谋论呐，或者大家民间的一些传言呐会传出来，是一定的哈。而且呢，从现在来看，5级火警啊，这在香港来讲呢，就是比较高的级别了，一共6个级别。那5级呢，这差一点就到6级。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香港现在的这个港共当局啊，故意在降低影响。这种火情，我觉得到6级，我觉得都不过分啊。那么，这所谓的5级火警已经动用了至少35辆消防车、150名消防员，还有至少26到50条消防喉，应该就是那个，就是用来灭火的那个出水的那个。在美国叫什么啊？就是地上有一个这样的桩子哈，然后你打开之后，你可以接这个消防的管道，然后去灭火，它里边是水，消防栓是吧？消防栓好像是这个东西是吧？在香港叫消防喉是吧？洒水器啊，洒水器是吗？灭火器是吧 ？OK， 那可能啊，对，它指的是那个喷水的那个东西是吧？啊，那可能是这个东西 OK。谢谢香港观众哈。那26到50条消防喉，那指的就是这个喷水的这个消防的灭火的水管。1964年，香港呢是第一次发出了5级警报，那么到现在已经有45宗至少达到5级的大火。那最严重的是1996年11月的油麻地弥敦道的嘉利大厦的火灾，造成过41死80伤，那死者呢包括一个消防员，当时也是这样。那现在呢这场火灾，我想啊，我想象不到1996年11月油麻地的火灾会多大，因为在我看这个照片来看呢，这次香港的火灾就已经很大了。如果油麻地更大，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啊？我真的得看一看哈，直播之后去看一下。那这次火灾啊，鸿福苑像我刚才说的，正在进行大的维修，
8个楼都在维修。那么承建商呢是红叶建筑有限公司。我想这红叶建筑呢应该也会被调查啊，因为他要调查这工人是不是有违规的操作。可是呢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一个令香港人比较讨厌的人物出现了，就是习近平。习近平在26号晚间向香港发出了指示啊，说呢要全力以赴扑灭火灾，努力把伤亡损失降到最低。这就是废话哈。那当然了，用你说嘛，香港人家的制度是比你这个不管怎么讲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对吧？香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民主化的建设，人家的这个负责任的程度，那肯定是比你这个中共之下要强得多。用你去说嘛，什么全力以赴扑灭火灾，人家一定是会这样的哈。反观中共，在11月12号，苏州有一个永庆寺啊，突发大火。它是完全是木质结构的建筑啊，瞬间被大火吞灭。然后呢，目前呢，虽然是这个火都灭了，可是啊，大家知道烧的是什么？烧的是文物。其实呢，当时苏州永庆寺大火烧的是永庆寺内的文昌阁，它是中国呀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，一个值得万世珍藏的文物，可是呢却被烧毁了。这个文昌阁呀，它始建于是1500多年前。以前呢，据说呢，施耐庵，宋朝的施耐庵啊，sorry 啊，这个是施耐庵，明朝的施耐庵，在永庆寺文昌阁居住了10年，在那儿啊，创作了自己的《水浒传》的部分内容。所以呢，文昌阁呀，它是中国一个比较著名的文物。那施耐庵呢，说他是明朝人，其实呢也不完全准确。他呢是元末明初交界的这么一个人物啊。你说的明朝人，说的元朝人都可以哈。那他创作的《水浒传》很多人都看过，对吧？那么里边的100单八将哈，大家也都知道，108这数字在中国呢，因此也成为一个著名的数字。但大家知道吗？他108将。它的原型就来自永庆寺里边的36尊大罗汉，还有72座小罗汉的形象雕刻啊。目前呢，永庆寺里边还有洗砚池啊、魔剑石等等，都跟这个施耐庵有关。所以这文昌阁被烧毁啊，对于中共国来说呢是一个损失，对于大陆人来说是个损失。可以说呢，近来我们看到的火灾比较多啊，大陆也有，香港也有，可是为什么偏偏都在中共国，是吧？这也是很让人挠头的一个事儿啊。那为什么最近火灾这么多，大火呢也比较明显啊？那有一个解释呢，来自于玄学，因为现在呢被认为呢是所谓的九子离火运。九子离火运呢怎么回事？在风水命理学里边呢，谢谢 HC， 谢谢哈。风水命理学里边呢有三元九运一说，三元九运是一个完整的风水循环，分为上元、中元和下元，每元呢一共是60年，一共是180年。那每个元是60年嘛，对吧？每个元呢又分为3运，各为20年。那么2004到2023年是第8运，是八白土运啊，八白土运给大家发出来。其实这些东西啊，蛮真实的，玄学真的是科学哈，甚至是科学的尽头。所以呢，2004到2023年是八白土运，那么从2024年开始，要进入新的一个运势，一共是20年。这个20年的运呢，叫九子离火运。那这个九子离火运呢，是这个属火嘛，所以它代表热情啊、爱情啊、美丽、文化、科技、文明，也包括人的内在觉醒啊，也包括这个转化和创造等等。所以呢，在这20年里边，有很多这个新兴的科技产业，这方面的行业啊，包括这个媒体上比较新兴的，比如说自媒体哈，可能都是比较就是火爆的行业哈。但是呢，九子离火运也要很多注意的地方，包括火灾，就是呢特别要注意的。
为什么大陆和香港啊最近呢，就是最近半年吧，这大火啊频频，就是因为这个可能跟这有关吧，啊跟这有关。关键是为什么是中共？就包括这次这个香港大埔发生这大火之后呢，就有观众在说啊，在网上留言说呢闻所未闻，土共总是跟灾难相连。那有人呢分析了，说香港呢是满清时期割让给英国的，那时中共国还没有，香港堕入中共国魔掌已经是稀奇古怪的事儿，已经够香港人折堕了。然后呢，香港被骗接受一国两制承诺，结果变成帮中共国贴金、兼做家奴的冤大头，失去了自由，尊严尽丧，目前只能忍辱负重，挣扎求存过苦日子。谁知来了这场灾难，就更苦上加苦。但是呢，香港人也知道要自力更生，继续忍。可惜啊，中共国这个土匪丐帮集团领袖习猪头，却趁机送来指示啊，要为香港人哀悼。训令香港要全力救灾云云，简直是要对香港人催命啊！损失人命财物还可以认命，被土匪火上浇油的侮辱，更是生不如死。香港人啊，苦命啊！这位香港朋友，因为这不是香港朋友，这应该是这个大陆的朋友，因为他写的是简体字。但不管怎么讲啊，他写的是够解气的，是吧？等于是替香港人说了话了。确实啊，这个美国这边呢。虽然叫九子离火运，但是美国这边暂时呢倒是没听到什么这么明显的火灾。不过呀，好像最近在纽约布朗市是不是有火灾呀？在纽约的 Bronx 这个区，我一会儿查一下哈，好像是最近也听说过有这个火灾啊。所以呢，进入九子离火运之后，大家呢要注意防火。另外呢，九子离火运火嘛，它可能跟战争也有关系，所以呢。这个战事频仍也是这个期间呢会看到的，因此呢，俄乌战争也是在九子离火运之前，2022年就在这个当口上发生的，对吧？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后来呢，又发生了这个以色列这边的冲突，对吧？还有这个今年早些时候，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也在闹，对吧？各种各样的，所以呢，台海依然是一个关注点。因为进入九子离火运了嘛，这就不稳定啊，就容易发生战事，所以呢，这个要特别注意啊。对呀，田海荣还来个火种。OK，那么今天直播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，因为我还要赶录播节目，时间蛮紧的啊。我们直播就到这儿，晚上11点半的录播，准时跟大家相见啊，希望大家呢来观看哈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广告呢是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，希望大家购买，这也是对我们团队的一个支持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